好的，朋友们，小米17 Ultra 系列前几天发布了，但我们这个店今天才上样机啊，我们给大家来补了档，看这台手机到底怎么样啊。这个就是17 Ultra 的绿色了，旁邊是這種圓形的按鈕。母公司技術下放了，有點幻世堅果，背面就是這個樣子了，有一點星光閃閃的。剛剛已經有人發出了一些評價了，來，我覺得有點醜。就是小米是不是對綠色有什麼執念啊？就是不要再搞綠色了好不好？你做不好啊！它這個綠色搞這種就很髒很醜，我感覺比 K80那個還醜，主要是這種惡心的墨綠色，你知道吧？就一點都沒有小清新的感覺。哪裡惡心啊？我覺得還可以啊，像在森林裡面看星空，你知道吧？你就是沒有藝術細胞。哎呀，我算了，懶得跟你講。本來還想誇一下的，韓寶一句話給我幹懵了。我覺得這個其實還挺好看的，因為像麥旋風啊，出了一個什麼抹茶味的，好吧？深深的抹茶味兒，你家抹茶是這個顏色，抹茶應該是他身上這個顏色吧？我覺得比圖好看一點，因為我很怕它的質感是那個 K80至尊的那個後面，你知道嗎？但實際上看上去是覺得比那個要高級一些的。這一邊就一個按鍵都沒有了。哎，你不是說不喜歡放在一側嗎？但是不方便，我覺得放在一側，就是你截圖的時候，你就會要用力的摁一下。你是只有一隻手是不是？是的，那隻手在幹別的事兒呢。啊！你們每次能不能講一些我意料之中的話？我真的受不了了，我都不知道怎麼接我。然後這個店裡面是目前沒有徠卡版的，我們就很煩啊，好想看徠卡版，連機模都沒有啊！就這個普通版這裡是轉不了的，朋友們。假裝可以轉一下。它整個這個 Deco 其實是比之前是要好一點的了，但是凸其實還是有這麼凸的，而且這個的背面是沒有可樂標的，加錢就有啊。啊，白色就比較乾淨了，它就是這種霧面玻璃了。就很正常的版，很正常嘛，邊框是銀色的。今年上半年的 X8 Ultra 其實就大概長這個樣子了，但這個手機呢，感覺是挺寬的，它的寬度應該就跟小米17 Pro Max 還有 K90 Pro Max 沒有很大的區別，拿在手上其實也不是特別的重吧，我覺得厚度就是一般般啊，因為之前都是那種弧面的，所以你會視覺上會覺得薄一點，但這一次這個直角邊其實是你實際上你拿在手上會覺得厚一點的。那我們就直接來試一下拍照啊，它這裡會有一個提示，點擊進入光學變焦區間，我們先不管，先看一下它的超廣角是多少的，14毫米的超廣角啊。OK， 14毫米我可以接受，它不像之前的17系列都是個17毫米，一倍就是一個1英寸的大底啊，這個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了。我們在店裡面也體驗不出很大的區別啊。那接下來就是要點擊進入這個光學變焦區間了，3.2倍啊，很明顯的一個切換啊。顏色都變了，我們就拍這個徠卡2億像素光學變焦貼，它中間還給了兩個小焦段，一個是85，一個是90。其實這個變焦範圍沒有特別的大，朋友們，因為它畢竟也就只有等效25毫米的焦段嘛。我們再看一下這個8.6倍，它還說有一個17.2倍，哎，這個17.2倍確實400毫米也還可以，哦，可以哦，哎，這個到400毫米也還是可用的。其實之前索尼是做過連續光變的，它那個效果其實就比較差了，但是我覺得小米的這個還可以啊，因為之前索尼的那個感覺拖的時候中間不是特別的流暢，而且畫質損失的也比較嚴重啊。但是小米這一次的話，在這個中間其實體驗還是比較不錯的。我之前在看到發布會的時候，我在想它在光變的這一段行程裡面，它會不會有很明顯那種機械的那種動的感覺啊？其實是沒有的，還有點期待拿到它之後它的表現吧。那當然還要再試一件事情了，那就是長焦微距，我們來看一下。30厘米，差不多吧。這就是75毫米的長焦微距效果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也不算特別近吧，但是有一定的微距效果，一點點。然後這個是100毫米，就是 4.3 倍的它那個光變的最大的範圍了。那比起一般的長焦微距，那肯定還是會差一點啊。那我們再試一下它的錄像啊，4K 60幀，好，拖1倍 ，OK 切了，3.2倍 ，OK 很明顯的切了。哦，這一節就都是光變了，哎，確實也沒有感覺到畫質有什麼損失啊。但是你從這裡3.1倍切換到3.2倍非常明顯，然後這一節是沒有很大區別的。好，4.3倍再往後，哦，畫質是會有點損失的，因為已經不是光變了，還是蠻清楚的。15倍還有這個效果，這裡還有兩個機模，這是機模，就是我們的小黑子嘛。一個黑色的，一個紫色的，黑色就還是經典，做了一個紅圈在這裡，紫色就是跟17系列的那個紫色差不太多。我還更喜歡紫色一點。
也要玩那個爛梗了是吧？你把玩了這麼久，有什麼想說的嗎？感覺用過Neo7 Turbo 之後啊，用所有機器都是提升，你知道嗎？就是剛剛看那個，那不是廢話嗎？這個機器賣7000，你那個賣2000。就這個杜比世界，然後包括它整體那個變焦的一個順滑度，就是有點心動了，好吧？你又心动了？你们看什么不心動啊？本來想買 X8 Ultra 的，現在又多了一個選手。如果再降1000，我必入，但是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就等一等吧，好吧？感觉這個攝像頭還是會稍微有一點頂手啊，但是會比它前代要好一點，因為小米的那個 Ultra 一直是各家裡面那個模組相對來說比較大的，但是它今年出了個17 Pro Max， 我以為它 Ultra 還是會肆無忌憚的去搞它那個大模組，但是它這個17 Ultra 其實鏡頭模組還是比較克制的，稍微有一點頂手，但也還好吧，我覺得手感好很多。如果我特別喜歡拍照的話，那這個的模組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可能會考慮去買。但15 Ultra 那種特別大的大圓屏，我可能就不會考慮了。我觉得手机真沒什麼感覺，畢竟我X200 Pro 拍照也夠用了。確實，就每次都非要再硬湊一個嘛，這有什麼用啊？這裝飾嘛，你X200 Pro 不也有？我也很討厭啊。你不是嫌這個綠色醜嗎？白的在他手上呀，有一說一啊，這個厚度控制還是可以，但是因為這個模組比較大吧，它可能電池也沒法塞，它只有6800好像是電池，所以這個續航呢還是有一點擔心啊。什麼6800已經很大了，那我不如買X200 Ultra 好吧？畢竟不是，我感覺它那個續航還可以的，真的。這麼大個機身，我覺得6800的電池我是不太會當主力機用的，不太夠用啊。你用還沒用的呢，就在這邊。畢竟Neo7 Turbo 這個電池已經挺大的了。好，你管住嘴吧。到時候看它續航怎麼樣吧，我們也會過段時間買來測的，好吧？怎麼說啊？這是賣7000，好像是漲了500塊錢吧，這上一代比。它其實是512機起。最大了。這是個標準的音樂。聽過 K90 Pro Max 之後，聽別的都不太行。OK， 我們看完小米17 Ultra 了，我的感覺呢就是沒有很大的驚喜吧，畢竟在店裡面也體會不到它的拍照有多麼牛逼啊，因為畢竟有個線。到時候我們買了實際看一下它的拍照是不是很好吧，畢竟它是一個主打拍照手機嘛。但是我覺得這次17 Ultra 還是設計的比較克制的，就是模組呢沒有特別大、特別突出，然後真正後置呢控制的也不錯，但是相應的可能電池對比現在的機型來說有點小了，6800好像是，到時候看一下它續航怎麼樣吧。我覺得主要沒有來X版，因為它有點乏善可陳。我主要想體驗一下它的變焦環效果怎麼樣。但聽說是一個傳達電信號的，它不是一個那種機械結構，它機械只是給你手感。哦，那可能錄像的時候能用嗎？我也不太清楚。感覺跟上一代相比，真的就是手感的變化。然後這個拍照呢，因為在店裡面，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測全，就等到後面這個戶外再去感受一下吧。就是我感覺好像發布會說了半天那個變焦，就是實際體驗下來好像也就那樣啊。就是感覺實用的場景不是特別多吧，我就感覺它的這個變焦跟之前的2顆沒有特別大的區別啊，它只有那2顆中間切換的那個焦段清晰度可能會高一點，有種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啊。主要是把那個整體體積縮小了一點，可能這電池讓了點步吧。電池其實在 Ultra 機型裡面也不算很小的了。感覺這個徠卡版現在好像比較稀缺啊，我們到時候如果能買到徠卡版了，我們就買，實在買不到了我們就算了，好吧？但是我覺得就是它在後面這個變焦應該會比現在手機在側面變焦應該會好用一點，因為好多手機現在其實那個位置設置的不太合理，就是實際用起來呢不是很舒服的。但是我是覺得你要是這樣拿着手機去變焦的話，它側面要是要有一個那個拍照鍵的話，還是會好一些的。那就會更像相機了。對，但是它好像這一次是沒有的。好了，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不要忘記了一鍵3加關注。更多精彩視頻，請繼續關注離線玩家 online。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